1994年5月31日的一个晚上，姆巴伊·迪亚涅上尉紧握方向盘，驾车从卢旺达武装部队总部返回。白色的吉普车穿梭在黑夜里，车上天蓝色的尤恩字样分外显眼。几个月前，迪亚涅代表塞内加尔加入了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这是一支由联合国派遣，负责监督和平协定执行，帮助卢旺达结束内战的维和部队。但随着卢旺达总统和总理的接连遇害，杀戮再次升级。迪亚涅和他的战友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用尽一切办法拯救了成百上千人的生命。再过12天，他就要完成在卢旺达的任务，返回塞内加尔和家人团聚。但叛军的迫击炮撕碎了夜的寂静，金属破片穿透车窗的瞬间，迪亚涅最后看到的是仪表盘上妻子照片的反光。5天后，迪亚涅的遗体被运送回塞内加尔，以军人的礼仪安葬。但迪亚涅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从1948年的耶路撒冷到1953年的朝韩边境，从荒原一片的非洲到丛林茂密的南美，一群佩戴天蓝色头盔的士兵用身体筑成了防线。而今天他们要面对的是俄乌战争的困境，维和部队能否解决乌克兰和俄罗斯的问题？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维和部队的故事。从历史上看，最早的维和行动可以追溯到1948年的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他们的任务是代表联合国监督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遵守停火协定。不过由于中东地区的复杂地势环境，这支联合国特派团一直活跃到了今天。UNTSO 也成为了现代维和行动的雏形。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维和部队，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蓝盔部队，出现于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在时任加拿大外长莱斯特·皮尔逊的建议下，联合国成立了联合国紧急部队，首次将武装维和变为现实。一开始，皮尔逊提议的联合国紧急部队主要由加拿大的维和人员组成，但埃及人觉得加拿大多少也算是英联邦国家，有点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的嫌疑。万一到时候女王振臂一呼，埃及人哭都没地方哭去。加拿大说，我们也很无辜啊，我把英国人当亲戚，英国人也不搭理我呀。最终6000名来自巴西、挪威、加拿大、印度、南斯拉夫等10国的士兵在沙漠中竖起蓝白旗帜，监督埃及和以色列履行停火协议。从1956年开始，联合国紧急部队一直部署在西奈和加沙地带，直到1967年6日战争前，埃及和以色列将维和部队赶了出去。当然这时候可能有人会问了，以色列和埃及怎么敢驱逐维和部队呢？实际上这体现了维和部队3原则中的第一条，也就是各方同意。交战地区的各方必须同意维和部队进驻，维和部队才有可能被部署到冲突地区。对于联合国来说，冷战铁幕下的维和行动如同刀剑起舞。1960年7月13日，联合国安理会以8票赞成、3票弃权的大优势批准了联合国刚果行动。联合国为这次行动设定了4个目标，分别是恢复法律和秩序，让其他国家远离危机，帮助刚果重建经济，恢复刚果社会的稳定。在安理会上，美苏2国都投了赞成票。联合国刚果行动的组织极为迅速，2天以后，第一批联合国部队就在美国空军的掩护下抵达刚果首都。但联合国部队刚一抵达，就和当时的刚果统治者卢蒙巴起了冲突。卢蒙巴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什尔德，要求使用联合国部队镇压加苏丹叛乱，但哈马什尔德拒绝了他的要求，因为这违背了维和部队3原则之2，也就是公正。维和部队不会偏向交战区中的任何一方，以严格的交战规则行动，不会做超出任务目标以外的事。但卢蒙巴觉得，我请你们来是为了把比利时人赶走，镇压叛乱势力的，而不是请你们来看戏的。此外，持续的冷战影响了比利时和美国对卢蒙巴的看法，他们担心卢蒙巴会请求苏联援助，从而倒向苏联。但苏联其实对卢蒙巴也不感兴趣，因为卢蒙巴的立场偏向中立，他不但否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认为殖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样可悲。最初，联合国刚果行动部队是非常受欢迎的，当地的比利时人把他们看作救星，只要有联合国部队在场，刚果国民军就会放下武器。联合国刚果行动接管了当地的军火库，当地的联合国指挥官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控制刚果军队，可以说几乎是兵不血刃地解决了许多冲突。然而呢，好景不长，1961年初，卢蒙巴身亡，联合国瑞典部队亲眼目睹了卢蒙巴被蒙莫托的军队俘虏的残酷情景。消息一出，印度总理尼赫鲁对此反应强烈，称其为1级国际犯罪，并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哈马什尔德采取强硬路线。1961年2月，安理会通过第2项决议，第99印度步兵旅被派往刚果，以更强硬的手段弹压当地的混乱局势。尽管维和部队必须保持中立，但他们有权在遇到外国雇佣军时逮捕他们。
等于是变相的帮助刚果政府镇压叛乱，这就招致了叛军加丹加政府的不满。1961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前往斡旋停火，但飞机在降落时坠毁。哈马舍尔德死后，继任者吴丹采取了更为激进的策略。当年12月，瑞典、爱尔兰、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的联合国部队卷入了加丹加首府伊丽莎白维尔的激烈战斗，并最终占领了这座城市。在处理刚果危机期间，联合国因卢蒙巴之死和处理加丹加分裂等问题的方式而多次受到批评。卢蒙巴死后，许多人都认为联合国应该更好地保护他。苏联也批评了联合国的介入。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联合国的行动存在政治倾向，并指责联合国对卢蒙巴之死负有责任，因为联合国的行动偏袒卢蒙巴的对手。不过，赫鲁晓夫的指控其实没什么根据。根据安理会定下的规矩，联合国刚果行动的目标是加丹加分裂势力，以及填补比利时撤军后的空白，而不是保护卢蒙巴政权。更何况，刚果政变是卢蒙巴政府内部的问题，属于联合国不管的内政。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维和行动发生在1994年的卢旺达，也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姆巴伊·迪亚涅上尉参与的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当年4月，卢旺达总统和总理相继被杀，负责保护总理的比利时联合国伞兵也难逃毒手。卢旺达局势急转直下，联卢代表团指挥官罗密欧·达莱尔请求增派2000精锐士兵，让联合国有足够的筹码来制止杀戮。但安理会拒绝了这一请求，主要原因是美国的反对。1993年10月的摩加迪沙之战使美国国内对维和行动疑虑重重，不愿意更多的参与到维和行动中来。安理会投票决定将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进一步削减至270人，比利时和欧洲的维和部队士兵逐渐撤离了卢旺达。由于维和部队的第三原则，除非得到授权或出于自卫，否则不得使用武力，卢旺达的维和部队对当地的血腥屠杀几乎毫无办法。按照我们举的这些例子，联合国维和部队似乎是世界上最没用的武装，许多人也因此对维和部队十分失望。但其实很多人误解了维和部队的职能。顾名思义，维和部队的职责是维持和平，而不是强制和平。它的关键在于需要先有和平才能加以维持。因此，维和部队并不会也不能直接跑到战场上给交战双方一人一巴掌，强迫他们立刻停火。因此，即使是俄罗斯不反对，想要维和部队神兵天将，在俄乌战场大显神威也是不现实的，更不要说承认理事国俄罗斯必定会投下反对票了。根据联合国的官方说法，维和行动的目的是帮助遭受冲突的国家创造实现持久和平的条件，为冲突中的地区提供安全保障，为和平建设提供帮助，让冲突尽快转向和平。前面我们提到，联合国维和行动遵循3项基本原则，第一是各方同意。联合国维和行动需要经主要冲突当事方同意，才能被部署到冲突地区，而且这个同意是可以撤回的。例如2001年，联合国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特派团就因厄立特里亚的要求撤出了冲突地区。各方同意的原则意味着维和行动不会偏向其中的任意一方，从而保证了第二个原则，也就是公正。但公正不代表不作为，维和人员在对待冲突各方时保持公正，在执行任务时绝对不会宽恕妨碍和平进程的行为。第三，则是除非出于自卫和捍卫职责，联合国维和部队不得使用武力。由于维和部队并非执行和平，所以只能根据安理会的授权，在战术层面使用武力。当然，在某些剧烈的冲突中，安理会将授权维和部队使用一切必要手段，以武力威慑冲突各方，保护遭受袭击的平民，协助当局维持秩序等。总的来说，维和部队的工作是非常多样的，直接参与战斗则非常罕见，更多的是在进行各种杂活。例如1998年的联合国民警支援小组就在9个月的时间里接管了克罗地亚部分地区的警务督察工作，确保当地难民有序回归。除此以外，维和部队的职责还包括推进政治进程，促进冲突各方握手言和，保护平民和非军事区，协助士兵复员，帮助退伍军人重返社会，支持组织选举，在冲突中保护重要人员，协助恢复法治等等。而维和部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监督和观察冲突地区的和平进程，协助执行和平协议的内容，因此存在规模很小的不携带武装的军事观察组，和规模很大的包含了大量专业军人和文职人员的特派团。那么维和部队是怎样派出的呢？首先，联合国要协调各方，通过联合国秘书处进行相关调查，并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供调查报告，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才可以组建维和部队。接下来，组建维和部队的草案要经过联合国大会批准预算，由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一名特别代表担任维和部队特派团团长，最后才是正式部署维和部队。因为联合国并没有常备武力，所以每次组建维和部队都要请各个会员国自愿出兵。
维和部队的制服和装备等都需要会员国自备，但联合国会根据维和部队人数和装备情况，以现金的形式进行补偿。例如，根据2017年的标准，每名维和部队成员都能获得$1410的每月补贴，携带的装备也都会根据其价值进行相应的补偿。由于维和部队的性质，一般来说他们携带的装备都不会太重，以轻步兵装备和装甲运兵车为主，机枪都很少见。不过也有例外情况，比如法国就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里塞了10几辆勒克莱尔主战坦克。不得不承认，纯白色的涂装确实比绿色迷彩好看。但问题是，如果说维和部队只是装装样子，内外受气起不到任何作用的前任部队，那有勒克莱尔主战坦克干什么呢？实际上，除了我们前面举的3个不太成功的例子以外，联合国自从1948年以来已经部署了70多项维和行动，目前仍然有11个正在运行之中，其中的绝大多数都实现了帮助地区稳定、恢复秩序的目标。1989年的纳米比亚行动，维和部队见证了非洲最后一块殖民地的和平独立。1992年柬埔寨行动，维和部队帮助这个饱受蹂躏的国家完成了第一次民主选举。即使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卢旺达，维和部队也在资源极其有限、人数和武器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也至少帮助数万人幸免遇难。这些胜利足以证明，用3000多名世界各国蓝盔士兵的生命铸就的维和部队，绝不是一个徒有其表的空架子。那么，维和部队能否在俄乌战争中发挥作用呢？俄乌战争终会有结束的一天，但如何实现长久的和平，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了。首先，维和部队是必不可少的。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仇恨已经不是他们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了，因此必须要有一个中间人，阻止战争进一步扩大。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维和部队的派遣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双方同意维和部队进驻并签署停火协议。但只有停火协议显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2014年和2015年的明斯克协议签署后，乌克兰东部的战斗就没有停过。这说明，如果没有明确的问责机制和监管，政治协议并不一定能保证停火，带来长久的和平。因此，必须引入监管和核查机制，才能确保各方遵循停火协议，让冲突逐渐降级。考虑到俄乌战争已经不再是冲突区域，而是全球参与的重大事件，部署国际核查监督团，监督停火并确保重型武器撤出交战区，争取各国，特别是欧洲国家向国际监测团提供部队和领导，通过各国联合监测协调俄乌双方，以结束暴力事件并降低其再次发生的风险。另外，由于俄乌战争中双方都使用了大量的地雷，人道主义排雷行动也是必不可少的。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开辟跨停火线的人道主义走廊，确保人员自由流动和恢复重建的顺利进行，让流离失所的难民安全地返回家园，也是建设和平的重要措施。当冲突降级之后，停火可以变成更加广泛的政治解决的第一步，例如军备控制协议、重建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信任和安全建设措施、美俄之间的战略稳定，以及关于欧洲安全未来的讨论，也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维和部队对于和平建设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西奈沙漠到南苏丹沼泽，维和部队的航迹勾勒着人类集体安全理念的演变史。那些褪色的蓝盔之上，弹痕与橄榄枝团共同生长，见证着这个不完美世界里最悲壮的坚守。在这支没有胜利阅兵的部队里，每个士兵都是活着的纪念碑，镌刻着人类对和平最执着的想象。